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这段时间，清迈华人圈的这出连续剧可说是高潮迭起，让人看的是目不转睛。从肖恩和陈老师的拆伙互撕开始，战火一路蔓延，牵扯出各式各样的人物和故事，简直比8点档还精彩。而在这场风波之中，一位 YouTuber 悄悄的，或者说一点也不悄悄的，异军突起，成功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并且在流量这块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一举跃升为大家口中的清迈吃瓜第一人。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严东熙。严东熙老师不好意思，可能是老师这个词在清迈网红圈有点敏感，那我们就称他为严东熙吧。说到严东熙，他的频道在短短几个月内流量表现简直可以用火箭升空来形容。根据 YouTube 统计资料和观察，他的影片观看次数从过去的几百、1000多，一跃上升到动辄5、6万，甚至出现10几、20万的爆款影片。频道订阅数也在短短时间内从几千快速增长到17000多，这个速度，这个增幅，说他是这波清迈网红风波中的流量神兽，应该不为过吧？那问题来了，他是怎么做到的？是单纯运气好捡到枪吗？还是他其实藏了一本流量操盘的独门秘籍？在这场风波中，不露声色的运用各种技巧，将所有吃瓜群众的注意力牢牢锁定在自己的频道上。今天我们就用一种比较轻松，但还是有在动脑看网络影片的观众视角，来一起解构一下严东熙的流量操作手法。这不是要对他进行什么全方位的评论，而是当做一次有趣的分析，看看他怎么把一场网络八卦成功变成自己频道起飞的绝佳跳板。说不定我们还真的能从中学到几招。在网络世界里，抓住热点就是抓住了流量的脖子，而严东熙显然深谙此道。他非常聪明地发现，在清迈这个相对小众的圈子里，没有什么比网红互撕更具备爆炸性的流量潜力了。从肖恩和陈老师闹掰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搭上了这趟流量特快车。观察严东熙的频道，你会发现他在标题和封面上做足了文章。他非常勤劳地运用这次事件中最核心的关键字：肖恩上和陈老师。尤其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几乎绝大多数的影片标题都一定会带上这些名字。不信你看这些标题：清迈肖恩说恩 vs 陈老师，最终谁会塌房？肖恩说恩私德再惹争议。考拉开撕，肖恩上涉嫌拉人头非法代持台湾公司。肖恩上反击战的王炸出现了。肖恩上人猿鸟大揭秘。肖恩上传票里的猫腻。每一个标题都紧紧扣住事件人物，并且充满了悬念感和暗示性，让人忍不住想要点进去看个究竟。这种做法在争议事件中是最直接有效的涨粉和流量方法。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人的市集里，突然大喊一声着火啦，或者黄仁勋来啦，周围的人是不是立刻就会把目光投向你？严东熙就是这样，他直接精准地喊出了事件主角的名字，迅速聚集了围观的吃瓜群众。他不仅蹭，还蹭得非常及时。当事件出现新的进展，比如考拉开始放出所谓的资料，丢出录音档时，严东熙就立刻跟进，而且迅速地为事件定调，将肖恩塑造成某种形象。这种对时机的把握，对于一个想要快速获得流量的 YouTuber 来说，确实是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可以说，光是这第一步，他就已经成功启动了他的流量密码。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如何抓住时机这个关键。在肖恩与陈老师的拆伙风波渐趋平息之际，陈老师的女友考拉出招了。他预告并公开了一些资料，甚至将据称是几个月前怂恿陈老师录音的完整片段交给了第三方。而这个第三方就是严东熙。这一步棋走得很高明。作为第三方，他似乎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却手握着最核心的证据——录音档。想一想，当大家对一件事充满好奇时，掌握了关键资讯的人自然就拥有了话语权。
严东西借由接收并发布这份录音，立刻拔得头筹，迅速成为事件的中心。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流量切入点，选择一个已经有热度的事件，并且拿到独家或核心的爆料，站在风口上，想不被看见都难。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陈老师和考拉手里握着录音档，这可以说是他们对抗肖恩的最大王牌。按理说，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频道放出，直接收割流量，但最终考拉却选择了交给第三方。而严东西接手后，也没有一股脑的全部倒出来，而是分成了好几个部分释出，甚至还用了像原始音频这种听起来就分量十足的标题。这种操作让严东西瞬间从一个原本相对边缘的旁观者，一跃变成了事件核心资料的掌握者和发布者。他成功的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看似中立，或者至少是独立的爆料平台，吸引了大量对录音内容充满好奇的观众。这操作像不像那些拿到独家猛料的新闻媒体？不是一次性全盘托出，而是剪辑、分段、配合分析，让你不得不一集一集的追下去。更妙的是，透过放出完整或原始音频，严东西仿佛在向观众传达一个讯息：看，我没有断章取义，我把未经剪辑的真相完整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去判断吧。这看似客观，强调真相的姿态，实际上已经悄悄地站在了某种道德制高点上，并将自己与那些被指控断章取义的行为区分开来。无论交出录音的出发点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严东西凭借对这些核心资料的掌控和释放，成功的吸纳了原本关注肖恩和陈老师事件的两边粉丝。反肖恩的观众自然会涌向他的频道，期待看到更多黑料，而支持陈老师和考拉的粉丝也会将它视为一个重要的发声和进展追踪平台。就这样，两边的流量都被他成功的收割了。这策略不得不说，真是非常聪明且有效。他在录音战场上实现了完美的收割。接下来这一点可能是严东西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手法之一，也就是嘴上不说死，但让你听得很有画面的桥段。在很多影片中，尤其是在缺乏明确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严东西非常擅长运用暗示性语言和铺排去引导观众的判断。他不是直接下结论，而是给你一些碎片，让你自己去感受，自己去连结，自己去脑补。比如说，他会讲述一个据说、听说来的消息，或者描述一个他个人的感觉、分析。他有时候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比如三指对天的动作，或者搭配一些贼笑，给人一种他知道内幕，但碍于某些原因不能明说的感觉。这种方式非常高明，也很难被抓到实质性错误。它不像直接造谣那样容易留下把柄，而是将资讯碎片化，留下巨大的解读空间。观众接收到这些暗示性的点，就会自动的在脑海中填充细节，将其脑补成自己认为的真相。而严东西只需要负责提供这些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点，就能在观众心中种下怀疑或确信的种子，而且还让观众觉得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我们来看看几个运用这种逻辑魔术的典型案例。关于威胁的叙事建构，在与王路飞的对谈中，以及他自己的影片里，严东西提到了威胁的可能性。他会描述肖恩去这种在你家里晃荡一下的行为，以及他个人感受到被威胁的可能性，哪管只有1%，也要当做100%来应对。这里并没有直接的、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肖恩实施了具体的威胁行为。但严东西巧妙地将这种不确定性、个人的感觉以及对方的地理位置放大，结合他自己做视频揭露黑幕的人的身份设定，就非常容易让观众产生共情和保护欲，认为他为了所谓的正义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感绑定叙事，能够迅速激发观众的情绪，增加粘着度。他用暗示性的方式编排了这个威胁的故事，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其中的威胁。关于西康收钱洗地的影射，在评论其他博主对事件的看法时，严东西提到了另一位中国网红西康老师。他分析西康的影片，认为西康的说法是在帮肖恩洗地，并带有嘲讽地说西康是为了冲刺10万订阅小银牌，甚至直言暗示西康已经被肖恩收入了麾下，潜台词就是他可能收了肖恩的好处。严东西的分析则将西康描绘成一个立场转变，
甚至为流量或被招安而洗地的角色。虽然并无直接证据，但被收入麾下洗地、冲刺订阅这些词语本身就带有强烈暗示，容易让观众得出他可能收了什么好处的结论。这种不直接指控，只提供强烈暗示并引导观众自行脑补的手法，堪称网络叙事界的冷箭高手。话从不说死，但每一刀都藏得刚刚好，既能撇清责任，又能精准带风向。表面上是分析，实则是在为对方贴标签，制造敌我阵营，借用官方势力。泰国 DSI 的暗示大招。严东锡在影片中多次提到泰国的 DSI 特别调查局或其他官方机构，他将肖恩事件与野夫的房产事件、非法代持等更具公共性、听起来更严肃的话题联系起来。影片标题中甚至会出现泰国警方或将介入 DSI 房产调查风暴等字眼。他还提到泰总理下令严查非法代持，台湾财政部国税局介入调查，台湾移民署禁止入台等与官方行动相关的内容。他并暗示肖恩可能面临税务、非法工作、卖房获利等问题，将个人网红纠纷与国家级别的调查机构、政府部门的行动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一个王炸级别的流量密码。DSI、国税局、移民署这些词汇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官方背景瞬间带来权威感和事件的严重性。然而，从影片内容来看 ，DSI 实际立案调查的主要是野夫的房产骗局。虽然这个圈子可能与肖恩有些交集，但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 DSI 或泰国警方已针对肖恩个人的录音门、生意模式或其他网红争议立案调查。严东锡巧妙地将这些看似相关的官方行动资讯，以及自己对野夫事件的分析，穿插或暗示性的与肖恩事件挂钩。它呈现的更多是可能性或据说，而非已经发生或确凿的官方行动。这让观众感觉事态严重了，事情闹大了，进一步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和关注度。这种借用官方势力给自己的爆料增加分量和可信度的做法，无论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这可以说是《狼来了》故事的现代网络版本。它不断的暗示、预告炸裂的视频或重磅爆料，成功的维持了观众的期待值。分析严东锡的影片，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单刀直入的爆猛料，他会在影片中穿插大量的日常生活内容，比如吃早餐、喝咖啡、介绍泰国餐厅，甚至讨论清迈的天气有多热或者路不好走。例如，在讨论肖恩上网暴受害者出现这样听起来非常严肃的话题影片中，开头可能是在介绍清迈的越南餐厅；在讨论百万频道不属于自己的影片中，开头可能是在吃早饭并介绍一个泰式早餐餐厅。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解释过自己不是一个全职的 YouTuber， 他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比如编曲、录音。他提到更新频率受限，需要平衡生活。他甚至会对比自己和肖恩这种以 YouTuber 为职业的人，说不做油管可能就活不下去了的事。像肖恩那样的人，加入生活日常，或许是他频道风格的一部分，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平衡生活。但从观众和流量操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藏着不少玄机，值得我们玩味。首先，它可以巧妙地拉长影片时长，增加观看时间。其次，这种慢节奏和日常生活片段与揭露黑幕、网络撕逼这种高张力的主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时候，这可能会让观众觉得怎么还不进入正题，反而增加了好奇心和期待感。当然，也可能让一些习惯了快节奏爆料的观众感到不耐烦，但同时也成功地留住了喜欢看生活分享的那部分观众。这种内容的含水量较高，实质猛料相对薄弱，但也扩大了受众面。更有趣的是，他经常会预告接下来要放出的炸裂内容。例如，关于佛牌的争议，这个话题在他的影片中被反复提及和铺垫，让人觉得后面一定藏着惊天大秘密。他会提到全网最全面的解析，借网红实力讲解泰国英法，甚至说这是他为什么迟迟不说的话题，因为影响太过广泛，需要更加严谨。这种不断吊胃口、卖关子的做法，成功地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然而，当佛牌下集真正出来时，虽然提供了不少关于人猿鸟和泰国英法的历史、材质、
仪式等细节，也提到了肖恩去义乌可能与人猿鸟订货有关，以及这种信仰变现的模式。但对于观众期待的那种一锤定音、涉及明确违法或更具毁灭性的爆点，似乎并没有像之前的铺垫那样炸裂。他只是提到肖恩和陈老师在互撕时都没有攻击对方这一点，暗示双方可能都不干净。这种先是极力渲染重要性，吊足胃口，然后在实际内容上相对平缓的做法，是一种非常常见且有效的 YouTuber 节奏控制手段。它让观众持续保持关注，即使单个影片的爆点不如预期，但长期的追踪和等待本身就维系了频道热度。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手法，在吊胃口方面操作得很到位，而且他非全职的佛系人设，恰好可以解释这种更新频率不稳定或无法及时放出实锤的情况，反而形成了一种饥饿行销的效果。在这场多方参与的网络风波中，严东熙的影片主要的矛头和分析对象几乎都对准了肖恩。他详细分析肖恩的各种行为，比如 PUA 形象的崩塌、台湾流量来源、被台湾观众抵制和倒赞的状况、被台湾移民署调查的可能性、与过去合作伙伴的分手模式，甚至对肖恩和丹丹的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是 superstar。但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对于陈老师和考拉在这场事件中的角色和行为，在严东熙的影片中似乎鲜有深入的批评或分析。他似乎刻意回避了对陈老师自身过失的直接批判，这让人很难不怀疑严东熙与陈老师、考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协调或合作。毕竟他是从考拉那里获得的核心录音资料。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这只是一种基于影片内容倾向性的观察。但他对冲突的分析似乎也倾向于将陈老师描绘成一个更无辜或至少是受害者的形象。他将陈老师和肖恩之间的矛盾定调为价值观的冲突，并将陈老师描述为更符合现代教育孩子们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年轻人，而肖恩夫妇则是传统父母、事业型或高高在上的形象。这种二元对立的描述，巧妙地为陈老师的受害者叙事提供了佐证。但从流量操作的角度来看，这种明确的选边站，或者说主要攻击一方是非常有效的。通过集中火力攻击一方，他稳稳地巩固了反肖恩的观众群，也就是那些肖恩流失的黑粉。同时，由于他是从陈老师的女友考拉那里获得资料，并且似乎没有深入攻击陈老师本人，这也让他获得了支持陈老师和考拉的观众的信任。这样一来，严东熙就成功地将原本分散甚至对立的两股流量，反肖恩的黑粉以及支持陈老师与考拉的粉丝一一都汇聚到了自己的频道。这种对观众心理、站队效应以及舆论场规则的把握，可以说是他在这场风波中迅速成神的关键策略之一。严东熙的另一项高阶操作是他非常擅长将事件与更广泛的议题，特别是台湾相关的议题联系起来。他在影片中频繁提及台湾观众和台湾相关议题，他会提到陈老师曾建议肖恩要去台湾才能拉起流量，分析台湾观众用电视看 YouTube 取消订阅比较费劲，以及肖恩频道高达 70% 的到赞率，将其作为分析肖恩流量下滑原因的一部分。他还讨论肖恩是否被台湾移民署禁止入台的可能性。更为突出的是，他将肖恩贴上了护旗手的标签，将其与爱国生意和男版亚亚联系起来。他甚至提及了亚亚被描述为陆配和有黑衣人保护。你看，虽然他的影片表面上是在分析网红事件，但他这种巧妙地将争议与台湾、护旗手、爱国生意等词汇挂钩的手法，无疑是触碰了部分台湾观众的敏感神经。这不仅能吸引原本就关注这些议题的观众，更成功地吸收了那些对肖恩持负面态度，或是本身对特定政治立场反感的观众。他将一场原本是商业伙伴破裂和个人道德的争议，策略性的升级为带有地域或政治立场色彩的冲突。这种在获取特定社群认同和流量方面的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有效，但同时也充满了争议性。这展示了他如何利用现成的社会分歧，将个人事件放大为更具公共话题性的讨论，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看到这里，无论你对严东熙这个人、他的影片内容，还是他的立场有什么看法，都不得不承认，从一个 YouTuber 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流量和关注度的技术角度来看，他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且值得研究的教科书范本。
他精准地抓住了网络八卦的热点，巧妙地运用了标题和关键字进行 SEO 优化。他利用了核心爆料资讯录音档的发布权，将自己置于事件的中心。他擅长运用暗示、铺排和话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地方制造悬念和证据感，巧妙地引导观众的判断和情绪。他掌握了影片的节奏，通过穿插日常内容和不断的预告，保持观众的持续关注和期待，并且他成功地选择了一个有利于自己叙事和流量收割的立场，通过集中攻击一方，同时不深入批评提供素材的另一方，实现了对两边观众群的收割。他甚至巧妙地将事件与台湾等地域与政治议题挂钩，进一步扩大了受众范围。严东熙的成功或许也反映了当下网络内容消费的一些显著特点，观众喜欢看戏剧化的冲突，喜欢听带有内幕或爆料色彩的故事，也确实容易被具有倾向性的叙事所引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抓住眼球，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维系观众的兴趣，而严东熙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无疑是给所有想做或正在做 YouTuber 的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当然，这种建立在争议和爆料之上的方式，也伴随着不少讨论和反思。关于他呈现的证据是否确凿，对人物的评判是否公允，以及影片内容的含水量高低，都可能是观众需要自行判断和思考的部分。正如他自己在影片里强调的，他不是靠 YouTube 赚钱，有自己的正职。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可以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去制作内容，而不必完全被流量裹挟，或者也可能恰恰因为不以 YouTuber 为唯一收入来源，所以他能更放手的去玩转这些流量技巧。这真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最后，无论如何，严东熙确实成功的在这场清迈网红风波中，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量和关注。从一个相对小众的频道，一跃成为大家口中的清迈吃瓜第一人。从流量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成功且值得研究的案例。恭喜他，成功的在这场网络混战中，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耀眼的流量神坛。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在享受这些网络连续剧的同时，或许也应该多一份清醒和思考。在海量的资讯面前，学会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点，哪些又是为了流量而精心设计的话术或叙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严东熙老师的流量操作手法有什么看法呢？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高级的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欢迎在评论区理性讨论哦。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